这种事跟老婆孩子出来就绝对不可能做的。瓦萨不愧是在文化上最接近瑞典的芬兰城市之一，而这个6万人口的小城，居然每天都有直飞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航班。上机。我这次去斯德哥尔摩，一来是正好有个契机，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老王从南昌去斯德哥尔摩旅游，而我在芬兰住的城市呢，又正好有个直飞航班，那就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和他碰个面吧。不愧是大城市。这么小众的爱好，居然有这么样一个门店在主干道上。斯德哥尔摩是北欧最大的城市，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呢，网民们把它叫做斯京。京的意思呢是一国之都，那说明至少在中国网民的眼里，这个斯京是有京城的样子。而相比之下呢，赫尔辛基则被称为鹤村。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北欧的京城，那自然要顺便拍点大都市 Suffolk 素材。那这次来瑞典，二来也是正好极限测试一下，当我独自出游能自由安排拍摄时间的情况下，我在斯京的这2天能拍到些什么？啊，走错了，操！大哥好拉风的样子，跟着他。哦，大哥别跑！说到旅拍卷大片，1卷航拍，2卷延时。既然这次有了这半天的自由时间，那我就找了一个能瞭望老城的制高点，拍一个在之前的家庭旅行中不可能有时间拍的日落延时。这就是我要去的电梯。刚才那个电动滑板车太刺激了，跟汽车一起并道而行，太刺激了。终于赶在天光快消失之前拍上了。太阳下山了，我还在拍。天气渐凉啊，我已经帽子戴上了。算下来，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快2个小时。这种事跟老婆孩子出来就绝对不可能做的。这个卡塔琳娜电梯居然还是个夜生活的好地方。刚刚那个 pub 里面的音乐是蛮带劲的，我还进去拍了一下。我在斯德哥尔摩的第1晚，就在这一路走一路拍的节奏中落下了帷幕，而老王也在此时此刻抵达了斯京，我们明天就可以碰头了。2年多没见了，甚是期待啊！既然拍了日落的延时，那来都来了，要不再拍个日出的？现在是早上5点51分，天上现在看上去比较晴朗，可以看到星星，那说明我们的日出有戏。我现在只需要找辆滑板车，就可以去昨天去的那一带的山头。来，走吧。哦，太阳已经快出来了，要是早点出来就好了。但是因为前面有那么大的云，所以说呢，太阳可能出来的会晚一点。OK，let's go。潜艇里有地标景
幕的日出。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我找的地点对不对，跟着感觉就来了，赌一把吧。旁边那个山上如果能去是最好的，但是怎么去呢？起来是一晚没睡。先停车。这个平台倒是个好地方，但是不能拍岩石啊，这个浮台是浮动的，这没有高地还是不行。我们重新扫回刚才这辆车走吧。绕了好大一圈，终于找到一条路了。虽然我今天大概是拍不到日出了，但是还有沿途的风景嘛。哦，高地没树，哦，这是我来的太晚了。下次看日出还是得更早出来，至少提前1个小时。我今天提前半个小时，13时14分。地点就是这样，还可以。就是我来太晚了，天气也不是很理想。有总比没有强吧。是有个彩电，这样一偏过去，差不多还能看，再拉近一点点吧。哎，能看。我们人作为3维生物，能在前后左右上下的空间中相对自由地移动，却只能在时间这一维度按部就班地向前。而延时摄影至少能让人在视觉上体验一次时间加速的美。可能这就是我喜欢拍延时的原因吧。虽然拍延时本身费时费力，也对播放量没什么帮助，但这就是我在旅行中喜欢干的事儿啊。不过除了时间和精力，有时候拍延时也要付出一点额外的代价，特别是在风大的天气。这座桥才是拍日出最好的地方。我刚刚是为了什么？舍友们记住，要拍日出来这座桥。拍完没见到太阳的日出，是时候去和老王碰头了。前面那栋楼一看就像一艘战舰的样子。这座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瓦萨号沉船博物馆，就是我和老王相约见面的地方。它陈列着迄今为止唯一一艘能够完整矗立在我们眼前的17世纪战舰。在当时，芬兰属于瑞典，瑞典属于皇室瓦萨家族，因此既有波罗的海斜对面以瓦萨命名的小城，也有海的这一边以瓦萨命名的战舰。Hello， 哎，出现了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OK， 来。哦，谢谢。还有你的 BW 滤镜。哦，谢谢。哇，正好这个设备今天可以用了，这马上就可以用了。赶紧拧开，我拿出来之后赶紧。迅速，一尘不染，拧上去。北欧快递终于送达了。有新镜头了。哦，好大。哦，这是木头的，天哪，太吓人了，不是太惊人了。作为住在瓦萨的居民，自然要跨海来看一看这个瓦萨舰。据说出港即沉船呢。没错，眼前这艘即便是残骸也能轻松看出昔日荣光的大船，便是瑞典在17世纪倾尽全力打造的战舰瓦萨号。精美华丽又庞大的它，本该成为波罗的海制霸的最强战力，但为了极致的火力和皇家的威严，原本只能容纳1层火炮的相对成熟的船体设计被硬加了1层火炮，这就让船体在多出了接近100吨重量的同时，还加高了重心，导致在1628年首航的当天，它只航行了不到20分钟就被一阵强风吹翻，沉入了斯德哥尔摩的海底。理论上这个时候我应该来点色话，补光是吧？对。理论上这个时候我应该来点色话，但是由于我没有做功课，所以什么都讲不出来，交给旁白吧。不幸中的万幸，瓦萨号沉在了家门口，
波罗的海的低盐度海水让肯氏木船的海洋生物无法生存，再加上低温低氧的环境，让它在1961年被打捞上岸时依旧结构完整，就连最容易被腐蚀走样的精美雕刻都被近乎完好的保留了下来。历史总是充满着讽刺，如果瓦萨号设计科学，或者皇家甲方不乱提要求，那它大概率会像无数同年代的其他战舰一样消失在历史里。而正因为它在海平面这个二维空间航行的失败，阴错阳差让它得以在时间这个维度上走到今天，也让我们当下能站在它的面前瞻仰历史，窥探过去。这就是瓦萨号的简要故事，它没能驶向大海，却穿越了时间；它没能完成使命，却补完了历史。我现在想到了一句色话，我要当海贼王。上海外滩带贵气，最全第一。 Nästa Djurgårdsbro. Var försiktig när du stiger av. Särskild plattform saknas. 在早晨吹到我相机的风，在下午越发强烈，伴着雨水，向我们展示着北欧深秋无情的一面。市政大厅的大本营。 走进来好大气啊！第一次用朋友的胶片机，手速不错。这个下雨，出到极巅峰，哇！黄斑对焦对吧？对对，一定要重合。对，这是拍宽幅的。我用力，我尽量把这张照片拍好。我回去洗了以后发给你。测光是准的吗？现在？应该是准的。它的 A 档还是挺准的，这个蛮现代的照片。好的。我拍了。 我尽量对称一下，我要站在中线。对它这个，因为是宽幅的，所以它的水平如果不对齐的话，特别明显，在洗出来以后。哦，好难对到那个中间。OK。这里基本上无限远就可以了。3、2、1。它显示一个8是什么意思？不，它里面显示了一个8，我拍的时候有个8。哦，这个风好大。 狼狈的婚礼，但是想必会成为他们今后亮眼的回忆。这个花不放中线，让我很难过啊！回头一看，其实最好的风景在后面。这棵树很好看，能不能靠着这个柱子让它稳？对，一定要稳住。1张1欧元。 1欧元拍不到，没有这么便宜的样子。扎住马步，稳住它。我都稳不住了，这个风已经站立困难了。我感觉比我上次在北角还要大。回去了，太大了。人到中年。 与任何好友见面都是一种奢侈，而能在异国他乡约见到儿时的朋友则更是难得。有时候，旅行的目的地并不重要，甚至连沿途的风景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谁一起旅行。对中年人来说尤其如此。哪怕是这场无情的秋风脚雨，也因为有老王和我一起淋而显得柔和了不少。就这个末尾有些狼狈的一天。 相信也会成为我和老王今后一段亮眼的回忆。又过了一晚，天公作美，雨过天晴。过去的1天半里，我们领略了丝巾的现代奔放与古典史诗。在昨天。 我们爬上山头，远眺这座城市的苏醒。那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个早晨，我们来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座北方威尼斯如何在宁静中醒来。
看看，你是习惯被投喂了吗？居然敢过来，吃的很欢的这位兄弟。天哪，看来你们平常也没少被投喂啊。好了，要去赶飞机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